Tears of Themis。是你吗？你在哪里？得去见他，他还在等着我。这条路再怎么难走，我也一定要走过去。有我的快递。昨天晚上一连做了好几个梦，有点没睡好。中午你不在，我就想补个觉来着。没想到一觉睡到了现在。还挺混乱，有点记不清了。好像都是过去的事吧。啊，不说那个了。你刚才是不是说有我的快递？这是
是一部自传性质的戏剧，编剧是我在国安的一位老前辈，而且他在编写这部戏的时候，我也参与其中，提供了一些想法。不是有什么问题，相反，我很高兴这出戏终于能对外演出了。因为一些原因，这部戏的筹备也算困难重重，从剧本编写完成到排练和其他工作，真的耗费了许久。再加上在这出话剧里，有2个配角的感情线，真的让我十分在意。是一对被迫分离的青梅竹马，因为种种原因，男方不敢与女方见面，更不敢表明心迹。算是一条可以急死观众的爱情线吧。你果然听出来了。其实这件事真的过去了很久，我也是看到门票才想起来，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算猜对了一半吧。这个剧情确实有参考我们过去的经历，但并没有写到我们最终的相会。因为在我们2个真正重逢之前，那位编剧前辈就因为癌症去世了。他患的是胰腺癌，已经到了无法治疗的阶段，所以走得也很快。最后他在尘封疗养院接受临终关怀时，也是我和杨潇在陪伴他。也就是在那个时期，他突然有了想法，想把自己和朋友们的人生写进剧本，拍一出戏剧。原本他来找我取材，其实也是期待这场重逢。无论是我们，还是剧本里的角色，只是当时的我并没有勇气和决心来和你见面。
该算吧。虽然因为我的犹豫，没能让他在走之前看见。你要是问起这个，那就说来话长了。工作档案，工作档案，工作档案。小叶，你的行李里怎么装的全是工作档案？你这是打算竞选今年的劳模吗？什么劳模？你帮我搬运的都是文件箱，里面当然都是我的工作档案。哎，还是说你期待看到点别的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你看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那种肆意窥探隐私的人吗？我这不是担心你，怕你为了赶时间忙。你最好是那个箱子帮我放到桌下，一会儿忙完了我请你吃饭去。行，我来看看。是在担心我吧？小叶，其实我今天来，还有件事得告诉你。啊？怎么了，杨哥？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们的那个教官，叫梁峰？你是说梁哥？我当然记得，当初进国安的训练有不少都是他带的。他确诊了胰腺癌晚期，上周已经办了内退，现在被送到临终关怀中心去了。什么？等等，半年前他来找我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会？世事无常啊，厄运的到来总是那么突然，不是吗？梁哥他现在在哪个临终关怀中心？在陈峰疗养院，离这里不远。怎么，你准备去探病吗？
周前，你还没从首都回来的时候，我跟几个同僚已经去探望过他了。你有空能去看看之前的教官，也是应该的。不过上次，我们几个同僚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还是该让你为你的亲教官做点别的。别的？对，比如陪着吃吃饭，陪着聊聊天什么的。这真是其他同僚想出来的主意？怎么看都像是你刚才的突发奇想吧？哎，我可没有啊。当时大伙确实是这么想的，毕竟嫂子也忙，梁哥还没孩子。这种时候啊，最好就是由我们这些老同事过去陪着聊天叙旧。可你看，最近这不大家都忙吗？反正你的小店也暂时还没开张，不如……既然你这么说，要不我明天就开业？啊？不是，那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好了，骗你的。其实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。看你今天还特地来陪着我忙进忙出的，我知道，你们也就是想要我一个准话。放心吧，我还没有放弃生活。我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整理我的思绪。行，那我就当你同意了。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疗养院吧，我带你去认认路，然后我们再去吃一顿。现在？是啊，毕竟我回家还要检查孩子功课呢，可不能拖太久。走吧。一会儿见了梁哥要怎么打招呼呢？仔细想想，我连用什么样的表情去和他见面都没想好。这声音是……不，怎么了？
小叶，我直接给你办了个长期证件，方便你。小叶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又发作了？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？我是医生，你还想骗我？真的没事。何况，我就算骗你，我还能骗得了我自己。总之呢，趁还有点时间，我打算把我的自传拿来拍一出戏，让大家都对我的人生有点参与感。主线部分我都已经琢磨的差不多了，配角我可就全靠你们了。好吧。配角的爱情戏，真是的，我哪懂什么爱情啊？臭小子说什么呢？是不是不打算支持前辈的艺术创作呀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这不是在构思吗？行，那你慢慢想，就按之前说的那样，多来点你青少年时期的故事，几年前的也可以。哎呀，要不是我自己没几个月了，这个人生自传剧本我就不用麻烦你们来支援灵感了。梁哥，好了好了，你接着写，我去给你倒点热茶。要是我也能有这样的魄力。爱情故事，不就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，一起上下学，一起吃好吃的，在一起喝汽水，一
记。是我的想象力太贫瘠了吗？你看什么呢？那么出神？哟，这不是那位律师小姐吗？亮哥，你认识她？算不上认识，倒是听了点关于她的事。关于她的什么事？就是他接了我们这儿一个老爷子的案子。那老爷子年轻的时候收养了几个子女，好不容易把他们一个个抚养成人。最近刚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，他就得了重病，听说情况很不乐观，本该好好住院看病的。只不过他一个人跑来了这个临终关怀中心，还委托了那位律师，说要跟子女解除收养关系。为什么要解除收养关系？是那几个养子女拒绝赡养他吗？怎么会？要是让养子女知道他的病，可能他们倾家荡产也要给这位养父治病吧。等等，他的养子女难道不知道养父的病情？是啊，他一直没把自己的病告诉孩子们。说来真是唏嘘，可能他觉得那是对子女们的爱吧。我猜啊，他大概觉得自己无药可医，就不必让养子女往这个无底洞里填钱，不如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至于他想的解除收养关系这个馊主意，大概也是为了让养子女们彻底放弃自己吧。唉，这老爷子也犟得很。其实，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的。因为收养而组成的新家庭，成员之间没有血缘关系，却因机缘巧合成为家人，这本就是一段极为难得的缘分。如果是为了维系家庭、珍惜家庭，独自扛下面前的灾难，我觉得也是对家人的保护。是吗？不过，那位律师小姐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她在
接这个委托的时候，听说老爷子的养子女们再三求过他，让他告诉他们真相。律师小姐说，她站在委托人的立场，无法直接说出一切，但私下里，她也劝过那位老爷子。她说，因为是亲人，才更需要给彼此最完整的交代，而非仅仅是逃避。我这么说，并不是想让藏着秘密的人立刻去说开一切。只不过，这个人如果真的在乎其他人的感受，不妨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。对方是更愿意一无所知的接下灾难的结果。可是，我也不知道他会选择什么。你不知道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不过那些灵感记得要记录下来啊，说不准等我走之前，还能跟你们一起把戏排出来呢。老梁，他前2天其实就已经没有多少清醒的时间了。今天早上也是突然就不行了。嫂子，别着急，梁哥或许还能坚持下去的。没关系的，小夏。老梁的情况我都知道。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梁的母亲。那嫂子，我和夏燕先去边上等着，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你随时叫我们啊。对，我们一直都在。看着嫂子还有两个的兄弟姐妹们现在的样子，我心里真的不好受。谁不是呢？
这几天已经想过无数次了，如果现代医学还能再发达些，我也再有本事一些。现在我们何至于要看到这个场景？如果梁哥当初没有告诉嫂子自己得了这个病呢？梁哥不告诉嫂子？哦，我不是说我觉得梁哥不该告诉嫂子。我只是在想，要是梁哥得知自己生病之后没有告诉嫂子，一个人躲出来接受临终关怀，那么现在那还用想？怕不是下一个要接受抢救的就是嫂子了。你小子还真是没结过婚，对婚姻家庭的了解就是欠缺啊。唉，这么说吧，要是我生点小病不告诉我老婆，她当天晚上就得跟我生分；要是生了大病不告诉她，她会拖着我去治，等我治好了，她保不准要跟我提离婚。因为啊，她会带我去治病，是因为她把我当家里人；会想离婚，是因为我大病小病都不告诉她，这不是明摆着不把她当家人吗？这些事情本就该给至亲之人一个交代啊。给至亲之人的交代吗？你说的这些，我也不是没想过，可我实在没办法下这个决心。可你想想，梁哥毕竟从一开始就告诉了嫂子这件事，才能让嫂子做足了心理准备来接受这一切。要是嫂子一直不明所以，等到这几天突然收到梁哥的死亡通知，那岂不是更崩溃？这倒确实是。而且不仅是嫂子做足了准备，梁哥自己其实也为了这一刻准备得很充分了吧？
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，我要怎么面对他？而且当初明明是我擅自离开，我怎么能要求他在我的最后几分钟陪着我？他万一不愿意呢？也或许，一直都是我自己没办法跟我自己和解吧。如果他也如我思念他一般思念我呢？虽然还没有准备好把所有都告诉他，可或许，我也该直面对他的思念了。嫂子怎么来了？哎，快请进，我现在就给你泡茶。哦，不麻烦了，小夏。我今天来是想取老梁拜托你的那份灵感笔记的。灵感笔记？哦。嫂子，是这本吗？就是这个。老梁他走得仓促，不过我知道，他那个剧本其实已经完成了不少。现在，我想继承他的遗愿，替他把剧本写完，最好再把戏排演起来。这听起来好像很不容易啊，嫂子。是的，困难都是可以预见的。不过，这毕竟是他生前最后一个愿望。梁哥之前跟我们说过不少关于这出剧的事，其实我们也很期待。嫂子，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无论找我还是找杨笑都行。我们这些同僚都很乐意为实现梁哥的遗愿添砖加瓦的。真的很
很谢谢你们。嫂子，你这是……老梁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，都是你们这些旧日同僚来陪伴他的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。毕竟，虽然老梁没有跟我说过你们的工作内容，我也能猜到，你们的工作应该也是很危险的那种吧？这倒也……不是我多嘴，小夏。其实这也是老梁生前想告诉你的话。你们在工作上或许会遇到很多危险的情况，也会面临不少选择。老梁之前也是这样。但无论如何，对自己真正在意也在意自己的人，尽量不要隐瞒，给他们一个交代，或许会好些。给亲近之人一个交代吗？可这一步，到底该如何跨出去呢？梁哥，早知道该请你多指点两句的，至少那样，我还能稍稍有点底气。是你，是你吗？我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。这几年，你过得好吗？是啊，当时我真的很纠结，毕竟事情那么多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对我是如何看待的，所以我就……
起，虽然时隔许久，但我确实欠你一个道歉。是啊，可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我真的想了好久才想明白。其实，当初我确实是想过，将余生所有的时间、力量，都用来保护你所生活的这片土地，也保护你的生活。我们不必见面，也不会有悲伤。等我生命终结时，我会一个人面对死亡。我会成为你在暗处的守护者，也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。甚至我们重逢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也还是这个想法，还被杨笑斥责过。可是，我最后还是等到了你。因为我想明白了，即便你不和我交往，作为家人，我也必须要给你一个交代。幸好，最终一切的事情都向最美好的方向发展了。我们交往、订婚，我也终于能够和你一起看更远的未来了。看来这笔旧账还要翻好久啊。这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们不如现在就出发吧。看剧前，我们还能去吃些好吃的。